故事要从中国北方的一片沙漠说起。那天，阳光炙烤着金色的沙丘，一支考察队正顶着热浪前行。突然，队长停下脚步，指着前方惊讶地喊道：“快看，那不是兔子吗？”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几只灰白相间的兔子正从沙地旁的草丛窜出，灵巧地跳向远处。队员们目瞪口呆，在这寸草不生的沙漠里，怎么会有兔子出没？正当他们疑惑之际，更奇特的一幕出现了。只见前方不远处竟然波光粼粼，好像有一片水塘，隐约可见几个工人在水边忙碌着，捞起什么。其中一人高高举起双手，大声喊：“又是一笼螃蟹！”考察队员们揉揉眼睛，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。沙漠里居然有池塘，池塘里还养着螃蟹。后来他们还听说，在中国另一处沙漠，人们甚至养出了珍珠。在茫茫的沙漠中，居然有人放进去一大群兔子，还说这些兔子能把沙漠变成绿洲，甚至让沙漠里出现螃蟹和珍珠。听到这种说法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在开玩笑吗？沙漠里一片不毛之地，别说种树种草放兔子，是准备让兔子吃沙子吗？更离谱的是，螃蟹和珍珠这种听起来属于海洋的东西，怎么可能跑到沙漠里来？难道真有变沙为水的魔法？别着急，让我们一步步揭开这个沙漠奇迹的真相。中国西部和北部有大片的沙漠，一提到沙漠，大家脑海里可能浮现黄沙漫天、寸草不生的景象。那里白天温度常常高达40摄氏度以上，夜晚又降到0度以下，环境极其恶劣。沙尘暴更是让不少城市深受其害。每年春天，北风一吹，北京城就可能从首都变成尘都，满城都是土。据统计，中国沙漠化土地面积高达260多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整个新疆的面积，实在惊人。沙漠化常被人称为地球的癌症，因为它会像肿瘤一样不断扩大，吞噬原本的良田和家园。面对肆虐的风沙，人们当然想到要治沙，可是在那种缺水缺土的地方种树种草，谈何容易？很多工程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，也只能在沙海中点缀出星星点点的绿色。想要把无边的沙漠变成绿洲，听起来近乎不可能。然而，有人却不信这个邪，他就是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治沙项目的带头人赵永亮。这位土生土长的内蒙古汉子，年轻时亲眼见过风沙把村庄掩埋的惨景。为了让家乡摆脱沙害，他动了很多脑筋，发现光靠种树种草远远不够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了解到一种来自欧洲的兔子品种塔兔。这种兔子皮毛珍贵，市场价值高，更关键的是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出奇的强。赵永亮心想，何不把塔兔引进沙漠，让兔子在沙漠安家，既可以搞养殖产业，又能通过兔子的作用改善土壤，一举两得。这个想法一提出，周围人都他在说梦话，兔子怎么能治理沙漠？但赵永亮没有放弃，他四处考察试验，终于在库布齐沙漠腹地选定了一块地方，开始了他的兔子治沙试验。在试验初期，赵永亮和他的团队也碰到了不少难题。沙漠昼夜温差大，小兔怕冷，他们连夜搭建保温的兔舍，饲料一开始不够，只能从外地运草料来补充，成本很高。有人摇头劝他别折腾了，怕最后钱没了，兔子也养不活。可赵永亮认准的是咬牙也要干下去，甚至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贷款，用筹来的钱购买兔笼和饲料。就这样挺过了最艰难的头几个月，第一批塔兔安然长大并开始繁殖，试验有了好的开头。随着兔群不断扩大，他又同步扩大了沙柳种植规模，建起沼气池处理兔粪，整个循环体系逐渐走上正轨。看到沙漠腹地出现了绿意和生机，当初那些笑话他的人也服气了，夸他是名副其实的治沙狂人，用听上去疯狂的办法干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。赵永亮的办法听起来有点疯狂，他不种树，也不修水利，而是往沙漠里放兔子。没错，就是那种长耳朵、爱啃草的兔子。不过，这些兔子可不是普通的兔子，而是一种叫塔兔的品种。塔兔皮毛像水獭一样顺滑，是专门为了取皮毛而培育的兔种。更厉害的是，它特别能生，一只母塔兔一年能繁殖出几十只小兔，
繁殖能力比普通家兔高得多，而且它还耐旱耐热。塔兔的长耳朵能帮助散热，沙漠白天40多摄氏度高温，它们支起耳朵，就像打开2个小风扇散热。到了夜晚，气温骤降，它们身上的厚毛皮又像棉被一样保暖，在干燥的大环境里依然活蹦乱跳，简直天生就是来沙漠里打怪升级的选手。当然，没人真把兔子往沙堆里一扔不管，为了让兔子有吃的，当地人还大面积种植了一种沙漠灌木，叫做沙柳。这种植物生命力极强，扎根沙地不需要太多水，割下来可以用来造纸，也是极好的牲畜饲料。沙柳源源不断的长，兔子也就有了充足的沙漠口粮。有了吃的，兔子们很快就安家落户，生儿育女，兔群是越养越庞大。当然，兔子多了，兔粪也满地都是。别小看这些兔粪，在沙漠里可是宝贝。人们建起了沼气池，把兔子的粪便发酵产生沼气，当清洁能源用，而发酵剩下的沼渣则成了极佳的肥料。就这样，原本贫瘠的沙地在兔子粪肥的滋润下，慢慢变得适合植物生长了。有了肥料，就可以在沙漠里种植庄稼和蔬菜了。当土地变得越来越肥沃，人们甚至建起了温室大棚，在曾经的黄沙地上摘下新鲜的西红柿和黄瓜。想一想，在沙丘旁边吃着自家种的西红柿，那感觉别提多奇妙了。为了把这套兔子治沙的模式发挥到极致，当地还干脆发展出了一个循环养殖产业链。兔子产出的皮毛可以卖钱，兔肉可以做成美味的香肠和肉制品。兔子宰杀后的下脚料也没浪费，人们用它来喂养狐狸和雕这些肉食动物。这些动物的皮毛同样价值不菲，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料则被用来培育蘑菇等食用菌。可以说，兔子进了沙漠，不仅自己活得好，还带动了一整个产业。沙漠腹地仿佛变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农场。那么，这套组合拳效果如何呢？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库布齐沙漠的这一片地区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成片的沙柳扎牢了沙丘，上百万只兔子在绿洲里快乐繁殖。人和兔子的比例据说达到了夸张的1比4000，也就是说，每个人照看着几千只兔子。10年光景，这里的变化让很多当初不看好的人大跌眼镜。沙漠真的在后退，绿色一寸寸的向前推进。当地的贫困村民依靠养兔子脱了贫，每家每年都有5、6万元的收入进账，日子过得跟这沙漠里的阳光一样灿烂。更重要的是，环境也改善了。过去一刮风，这里黄沙蔽日，现在有了植被覆盖，风沙明显减少。据统计，库布齐沙漠已有约1/3的区域披上绿装。站在昔日的沙丘顶上远眺，不再是光秃秃的沙丘，而是一块块绿色的林带和田地，让人几乎忘记脚下曾经是死亡之海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谁能相信这一切居然是兔子闹出来的奇迹呢？就拿当地的一位农民老张来说吧，他几年前还是沙漠边缘贫困村的村民，靠种几亩薄田艰难度日。每年春天最怕刮风，因为风沙一来，庄稼苗都埋了，人吃饭都成问题。后来政府组织生态移民，老张搬到了治沙项目的新村落，分到了一排兔舍和几十只塔兔苗。一开始他心里直犯嘀咕，在沙漠里养兔子能活吗？结果没过多久，兔子一胎接一胎地下宰，长得又快又壮。老张卖兔皮兔毛，赚到了人生第一笔存款。他还把兔粪晒干当燃料，省下买煤的钱，用肥料种了几畦蔬菜。如今老张家盖起了小砖房，院子里绿油油的菜地，餐桌上摆着自家产的西红柿、辣椒。他逢人就说，还是养兔子好，兔子给咱带来了好光景。看着老张的变化，不少乡亲也加入了养兔大军。整个村子从前穷得叮当响，现在家家户户兔笼叠成山，人人脸上都是挡不住的笑容。跟以往单纯植树造林的治沙方式相比，兔子治沙模式可以说是别开生面。过去在沙漠种树，树苗成活难，维护成本高，一不留神树死了，之前的努力就前功尽弃。而养兔治沙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利益绑到了一起，老百姓养兔能挣钱，自然愿意精心培育饲料林、防护林，及时给树木灌溉、施肥，就怕树苗长不好影响兔子的口粮。这样一来，
绿植种得活，留得住，沙漠治理也走上了良性循环。当地人把这种模式总结为以产养绿，用产业带动生态，用生态反哺产业，真正做到既增收又治沙。事实证明，治理环境不能撇开人，要让参与治理的人们获得看得见的好处，这样绿洲才能持久地维持下去。随着植被增多，久违的野生动物也悄悄回来了。沙鼠在沙地上打洞安家，小蜥蜴趴在温暖的石头上晒太阳，鸟儿开始在灌木上筑巢唱歌。偶尔，人们还能看到野兔从远处跑来，在绿洲边缘探头探脑，仿佛对这些外来亲戚充满了好奇。夜晚降临时，过去只有风声呼啸的沙漠里，如今会传来阵阵蛙鸣。谁能想到，青蛙居然也能在沙漠里唱起歌来呢？这些新出现的小生命让沙漠绿洲更加富有生机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也猜到开头提到的螃蟹和珍珠是怎么回事了。其实，这是在中国另外一些沙漠地区出现的新鲜事。比如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人们找到了地下的咸水资源，建起水产养殖场，养殖螃蟹和大虾等水产。技术人员把沙漠里的咸水通过处理变得和海水差不多，让螃蟹在里面舒舒服服长大。到了收获季节，一笼笼肥美的螃蟹从沙漠水塘里打捞上来，那些螃蟹个个挥舞着大钳子，肥美异常，完全看不出是在沙漠长大的，场面让人直呼不可思议。而更加让人瞠目的是珍珠，原来科研团队在沙漠挖出了人工湖，引入咸水并模拟海洋环境，投放了200万只珍珠贝苗进行试养。结果这些贝壳里真的孕育出了圆润光泽的珍珠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技术人员打开贝壳，查看珠粒的生长。一看到晶莹圆润的珍珠渐渐成型，大家都激动万分。因为沙漠远离工业污染，这些沙漠珍珠的品质据说还媲美沿海产的优质珍珠。当沙漠里养珍珠的新闻见报时，许多人都怀疑是不是在看科幻小说。当然，沙漠里出现螃蟹和珍珠并不是什么玄幻魔法，而是人类善加利用资源和科技的结果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沙漠里造出了人造绿洲和人造海洋。有了水和绿色植被，沙漠不再是一片死地，自然可以养活各种动植物。所谓沙漠长出螃蟹珍珠，并不是兔子一拍手就变出来的，而是中国治沙脑洞大开，硬是在不可能的地方创造了可能。其实，沙漠养螃蟹和珍珠的背后也有一段传奇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且末县，一个名为沙漠海的海鲜养殖基地正在创造奇迹。项目负责人陈家珍原本是沿海地区的水产专家，他不远千里来到大漠，就是为了挑战不可能用盐碱水养海蟹、育珍珠。起初，很多人质疑他异想天开，但随着一笼笼螃蟹出塘，一颗颗珍珠出壳，所有质疑都化作了惊叹。如今，这个基地每年出产10多吨螃蟹，还有品质上佳的沙漠珍珠供应市场。当地一些原本以放牧为生的维吾尔族牧民也加入基地打工，掌握了全新的养殖技术，收入比过去翻了好几倍。又一个荒漠变宝藏的故事就这样在西部边陲上演。这件事传到国外，也引起了不少轰动。要知道，在澳大利亚，兔子可是让人头疼了100多年的大麻烦。19世纪末，有几个欧洲移民带了20来只兔子去澳洲，没想到这些兔子在那边没有天敌，疯狂繁殖，短短几十年就变成了上亿只的庞大兔群，把草场啃得一干二净，导致生态失衡，农场损失惨重。澳洲人为了控制野兔想尽了办法，甚至修了一道几千公里长的篱笆墙来拦兔子，还在兔子身上投放病毒，可谓绞尽脑汁。然而兔子依然活蹦乱跳，成为澳洲生态的一场噩梦。正因如此，当澳洲网友听说中国人居然主动在沙漠里养兔子，而且把沙漠治理的绿意盎然，还借此发家致富时，个个瞠目结舌。他们有人感叹难以置信，中国人居然把我们避之不及的灾星变成了治沙的功臣。还有人调侃，如果当年澳洲也敢在沙漠里养兔子，或许他们早就把兔子灾难变成了绿色奇迹。顺便说说，很多人可能担心兔子满地跑
会不会也像在澳洲那样成灾？为此，项目团队在绿洲周边安装了防护围栏，圈定出治理试验区，确保兔子活动范围不超出可控区域。一方面，兔子在围栏内的草地、树丛间自在觅食繁衍，不会迷失在茫茫沙海；另一方面，也防止它们跑到尚未治理的地区啃食稀少的植被。从目前情况看，这些措施相当有效，兔群安居乐业，对周边生态并没有造成负面影响。当然，把沙漠变绿洲不是拍脑袋就能一劳永逸，这样的生态工程要长期成功，还得细致管理和持续投入。首先是水的问题，沙漠里水宝贵，养兔子种植也需要水源。如果地下水过度开采，可能导致水位下降，甚至出现新的生态问题。所以很多治沙项目都在想办法节水，比如利用滴灌技术、收集雨水等等，尽量让一滴水发挥出最大效益。其次是平衡的问题，大规模种植单一植物，比如大片沙柳，可能会引来特定的虫害，需要及时防治，不能让辛苦种下的植被又被虫子吃光。另外，兔子养多了也要防疫，防止疾病传播，还要防止个别兔子逃到野外，变成无控制的入侵者。好在这些项目都有专业团队管理，目前来看，一切运转良好，并没有出现失控的情况。至于沙漠变绿后出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新情况，其实也是情理之中。植物多了，可能会有某些害虫随之增多，草兔成群，或许附近的野狼也会被吸引过来转悠。但这些不速之客不见得是坏事，因为有草有动物，天敌出现，生态链反而更完整。只要我们妥善处理人和野生动物的关系，防止它们威胁到养殖区，完全可以与这些新来的小伙伴们和平共处。毕竟生态环境恢复了，各种生物一起繁荣共生，才是真正的绿洲景象。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，绿洲建立之后，人类活动增加可能带来的污染。随着沙漠地区变得宜居，有些地方开始发展旅游和产业。如果游客增多，开发加快，难免会产生垃圾和废水。过去一片净土的沙漠可能会出现塑料袋、饮料瓶这些不速之客。这些垃圾当然不该出现在沙漠里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就会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。所以在治沙的同时，我们也要做好环保教育和基础设施，确保新绿洲不被新的污染所侵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治理沙漠的奇思妙想远不止养兔子这一件。比如在宁夏、新疆等地，人们将秸秆和沙子编织成一个个方格状，铺在沙丘上，再在格子中栽种灌木，形成草方格固沙，既便宜又有效。还有科研团队发明了不用水种树的新技术，用特殊凝胶锁住树苗周围的少量水分，让幼苗在沙漠中也能成活，把原本需要频繁浇水的植树变成了一次性干种。甚至有人驾驶无人机在空中播撒草籽，让大片沙丘同时披上绿装。这些创举各有千秋，共同点都是用聪明办法解决了常规手段难以克服的问题。比之下，兔子治沙算是其中最接地气也最有趣的一种了。总而言之，兔子治沙的核心奥义就是让动物和植物互相成就，共同对抗沙漠。兔子吃草，草肥土，土养草，形成一个循环往复、生生不息的系统。人们巧妙地扮演了这个系统的导演。有了经济收益做鼓励，大家齐心协力种树养兔，黄沙也不得不节节败退。有趣的是，这场治沙大战里，兔子们成了当之无愧的主角，仿佛可以想象他们一个个拍着肚皮，得意洋洋地宣告：别看我们个头小，作用可不小。其实，人类也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再微不足道的力量，只要用对了地方，都能发挥出奇效。如今，库布齐沙漠的成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，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，了解中国的治沙经验。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缘的一些国家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和中国展开治沙合作，尝试借鉴类似模式。可以说，中国人用兔子、沙柳织就的这片绿洲，不仅改变了本地的命运，也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新思路。将来，我们或许会在更多的沙漠里看到这样的奇迹上演。
荒漠不再意味着绝望，在人类智慧的引领下，它可以成为孕育希望的热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沙漠治理不仅惠及当地，还对全球环境有积极影响。大片植树造林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，帮助减缓气候变暖，减少沙尘暴，也改善了大气环境，降低空气污染。有人形象地说，治沙也是在为地球降温，为天空洗尘。这些努力也汇入了中国更宏大的绿色工程中。自上世纪70年代起，中国启动了著名的三北防护林计划，企图在北方荒漠与半荒漠地区筑起一道横贯东西的绿色长城。如今，绿色长城正在不断延伸，而兔子治沙这样的创新举措，无疑为其增添了一抹奇妙的色彩。沙漠在退缩，绿洲在扩大，人类与荒漠的漫长斗争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如今，在中国的沙漠画卷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奇景。白天，兔子在沙漠绿洲的草丛中蹦蹦跳跳，黄沙间开辟出的牧场上满是活泼的身影。夜晚，兔群栖息在月光下的沙丘边，仿佛一幅宁静的剪影。在沙漠的另一隅，清澈的人工湖中波光粼粼，一只只肥硕的螃蟹悄悄探出水面，吐着泡泡，好奇地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。湖底，珍珠被静静蛰伏，把一粒粒沙子孕育成璀璨的珍珠。远处，成片的沙柳和林带随风起舞，宛如一道绿色长城抵御着风沙的侵袭。沙丘下的村庄里，炊烟袅袅，农家小院挂满了一串串晾干的兔皮，孩子们追逐着兔子玩闹，大人们在棚里采摘新鲜的蔬果，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。这一切，几年前简直无法想象，如今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当初沙漠里那群目睹兔子和螃蟹奇观的考察队员们，想必也早已明白了其中的奥秘。沙漠绿洲不再是神话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人造奇迹。正如这片土地教给我们的道理，没有治理不了的沙漠，只有不够大的脑洞和不够实干的勇气。只要我们敢想敢干，荒原也能变成花园。正应了那句老话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曾经不可一世的沙漠，终究还是败在了人类的智慧和坚持之下。当然，这样的奇迹背后，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无私奉献。从研究人员到普通农民，大家顶着烈日，迎着风沙，在荒原上挥洒汗水。有人几十年如一日扎根沙漠，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。正因为有他们前赴后继的努力，昔日无情的荒漠才变得有情，有了生命的色彩。每一株小草，每一片绿洲，都凝结着他们的心血，向所有为绿色而奋斗的人致敬。沙漠很大，脑洞更大，只要方向对，黄沙也能开出花。